我看法是这样子。第4轮，我们请黄兆生先生再提问。黄大洲先生，捷运的问题啊，您跟另外2位参选人谈得很多，所以我忍到现在都还没有问。不过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如果这个问题实在不能不问，否则有亏职守。昨天我细细查了一下我们的简报资料，在近年来台北市的重大的交通建设中，捷运的确创下了几项纪录。它规模最大，造价最昂贵，工程延后最长，被起诉或者遭弹劾的官员最多，火烧车裂缝、爆胎，乃至于交通部的理勘未能够通过的风波之多，也前所未见。王先生刚刚在报告中做了一些解释，不过我们还是很想知道，究竟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是天灾还是人祸？究竟谁该负责？是不是包括您的前任？对于这个台北市民交通之梦，我也想请教另2位参选人，你们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做出承诺，而又有什么保证可以保证你的承诺可以实现？王先生，请，谢谢。有哪一件引起今天捷运系统的结果，我不好意思讲太多，你们想想看好，我立场很难讲。捷运是大家的痛，也是我内心的痛。呀，我现在能够做的，把它解痛消肿，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把它解决掉，对不对？谁决定2车变4车，我现在还搞不清楚。那么草率。但是我向各位保证，没有选举的捷运，没有政治的捷运，只有安全的捷运。我们为什么要通？不要占我时间，等一下好吧？我们为什么要4车？为什么要4车？要找问题嘛。德国4车也是1年以上，你晓不晓得？你这个交通那么复杂系统，一定要先跑看看有什么问题，赶快找出来，然后决定怎么去防止、防范这必要的这个维护，然后正式通车营运之后，把可能产生的毛病降到最低的程度。我想这个我们基本的这个原则态度是这样子。我们不否认有问题，任何一个复杂的新的交通系统到我们国家之后，总是有一些水土不服的地方。老实讲，这很难避免。你家里的车子也会爆胎啊，你冷气机也会坏掉啊，是不是？你那个汽车这个毁没有也有啊，火车上通过也很多啊。那我们不能够说有问题就把它否认掉，这不对。先完了否认了我们捷运几千年的工作同仁的辛苦，我现在也不公平的。我们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安全第一，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如果有责任，我们当然要追查。这是我基本态度是这样子。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朋友们、各位长官们做一个报告。我们解决问题、产生问题已经解决很多了，有一部分我们要看它的安定度、操作度，还有这个可信度如何。一段时间之后没有问题了，我们再来正式通车。这是我们对捷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和做法，还是安全第一。谢谢。我的说明是这样子。第2位陈水扁先生。黄先生这样一讲啊，我们对他更没有信心了。那已经从秘书长到市长任内前后8年，到底是谁要负责任？他不好意思讲太多。他事实上他已经知道真相，还是不知道真相？如果说知道真相不讲，对不起人民；如果说不知道真相啊，这个不好意思讲太多，是因为你不了解嘛，你也应该要负责啦。那其次呢，我们也知道了，所谓从2车到4车。那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你现在搞了8年还搞不清楚？那你市长是怎么干的呢？那你秘书长是怎么样干的呢？你曾经开过5张票了，说要通车，你凭什么说要通车？什么说要通车？你有什么样的依据？有什么样的估量？乱开支票嘛，充分表示你的能力有问题，你的魄力有问题，你的执行能力更有问题。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挺清楚的，
偷工减料、贪渎浪费，这些都是事实嘛。那今天是谁的责任？你有负起应该负的责任吗？你干了市长，你纵使没有规划，你有执行啊，也有监工啊，为什么要发生问题？这些难道你都没有责任吗？挺清楚的，你没有负起应该负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呢，要追究事实的真相，也要追究责任。如果陈水扁选上台北市的市长，今天浪费公帑这么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保障我们的这一个安全的这一个木栅捷运线，我一定会请很多的学者专家，在我上任之后的3个月内发表捷运红皮书。如果你黄先生有责任，照样追究到底。如果说没办法改善，我是认为呢，最后可能只有被迫把它打掉。但是很多人讲说留着可能可以留着纪念，但是我说如果要留不必那么长，一脚断就可以了。谢谢。谢谢。第3位，赵少康先生，2分钟。我想黄刚刚说要跟长官报告，不必对长官报告，对市民报告就好了。黄市长的口才其实不差，你知道，他是脑袋有问题。什么这个跟家里的车爆胎一样，做了多少百个市民、1000个市民、10万个市民的车爆胎，怎么跟家里的车一样呢？我这边还有一个那天你捷运爆胎的胎在我手上，我在路上捡到的。2车变4车，你说不可以？你再把它4车变2车嘛？8年时间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啊，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很多的问题都是你急着要赶工，急着要这个邀功，然后赶出问题来。所以呢，如果我当选台北市长，捷运一定要全面体检。国外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到处都有地下铁，英国100年以前，纽约100年以前就有捷运了嘛。专家很多嘛，请来体检，而不要搞利益输送那种什么顾问公司。有问题，真的安全有问题，那就不能开。但是也不要像陈水扁委员上次讲说把它拆掉，太可惜了哈，太可惜了。有市民建议说干脆改成那个电动步道也不错哈，上面搭一个棚子哈。不过呢，台北市停车问题很严重啊，真的有必要啊，把它做成立体停车场也不错啊。我算过啊，可以停好几千辆车子。不过在这边我要特别提出啊，一个政治人物必须要有远见。当时第4届台北市议会，我就反对中运量啊这种高架式的方式。我说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在大都市里面把这个高架在市里面这样绕呢？当时市政府要做34公里，是全世界最长的中运量捷运。我反对，最后呢，市政府这个让步啊，做成10公里。不过那个时候陈水扁委员也是台北市议会的议员，他没有讲话哈，不知道那时候他在哪里哈。否则的话，今天更不得了了。哦，还好我救了台北市啊，哦，否则不得了了。谢谢。我相信黄市长脑筋一定没有问题。这个人生方面的讨论，我想在辩论里头尽可能来避免比较好。我相信赵委员的意思并不是说黄市长脑筋有问题，这只是一种说法。下面第5轮，请王美玉小姐再提问。台北市的贪渎弊端时有所闻，无论在都市计划、公共工程乃至于重大的采购案件上，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或者是看到财团和特权介入关说，造成我们决策的扭曲，公利益受到损害，公共品质低落，有时甚至因为官商勾结或者是利益输送，造成重大的弊端。譬如台北市政府被起诉了几个案子，荣兴案、匈牙利公车案、社子岛开发案等，这都是。另外就是官场的红包文化，在建管单位、地政、工商登记、公立医院乃至于环保单位也一直受到批评。陈水扁先生，你是以打击特权著名，请问你，如果你当选市长以后，你要如何消弭这个红包文化？你要如何面对来自于上级、民意代表以及特权人士的关说压力？也请2位先生就这个问题表达你们的看法，谢谢。